假如金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会怎么看你？他会感觉你是一位容易亲近、可以安心依靠的人，还是感受到你的焦虑急躁，然后转身离开呢？金钱不看履历，不读报表，它感应的是你身体发出的频率，而这份频率正是从你的骨盆开始扩散出去的。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，第一个触地的不是脚，而是骨盆，它承受来自地心的引力，也接下了我们与世界的连结。从那一刻起，骨盆就默默左右着我们的命运。骨盆也是个沉默的预言家，它早已预告了我们一生的金钱命运，只是我们从未听懂他说的话。我们总以为金钱来自选择、学习、努力和运气，却很少人停下来直视这个荒谬的现实。太多人终其一生都与金钱无缘，他们的内心是那么渴望财富，但命运却像开了一个缺口。金钱只做过客，不做停留，原因不是命运，是身体的根基。骨盆正在把钱推开。在东方脉轮观中，骨盆是海底轮的居所，代表生存的起点。它承载着能否活下来的原始信念。若这里被恐惧、羞耻或创伤占据，即使金钱短暂流入，也终将离去。或许你已经相当优秀，却始终没有安定感；或许你已经财务自由，却总觉得还不够。不是因为真的匮乏，而是缺一个可以让金钱感到安全、愿意栖身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不是钱包，是你的骨盆。现在不妨缓缓坐下，让意识回到骨盆，静静感受它的状态，是舒适而敞开的，还是封闭紧锁的？其实财富早已靠近你多次了，只是找不到愿意迎接它的入口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安诺迪亚·朱迪斯博士是美国知名的灵性心理学家与能量疗愈者。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一种身心整合的观点：我们无法仅靠思想疗愈自己，必须回到身体，才能真正转化命运。他的研究横跨东方脉轮哲学与西方心理学，强调每个人的生命课题都会对应到身体里特定的能量区域。他尤其重视骨盆这一区域，认为这里储存着人类最原始的存活记忆、情绪压抑，以及对金钱与安全感的深层信念。他的经典著作《东方身体，西方心灵》正是这种融合观点的代表之作。书中以精致缜密的笔法，揭示了人体7大脉轮与家庭背景、自我认同、情绪模式等人生主题的能量对应。东方哲学透过呼吸、气、姿态与感官来感应天地，西方则以思辨为工具，试图用逻辑与意志掌控命运。两者看似对立，却也曾各自成就了不同的文明。但如今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，却在这两种智慧之间双重失联，身体成为被忽略的机器，心智则沦为制造焦虑的工厂。这就是我们一边累到精疲力尽，一边却依然觉得不安全、不够好、不值得的根本原因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骨盆这个生存与感受相关的能量中心变得陌生、冷淡，甚至被视为羞耻。我们以为钱是靠奋斗拼搏换来的，而实际上，钱先来敲的是身体的门。许多看似现实的困境，其实源自与身体失联。当我们重新连接身体，特别是骨盆这个能量根部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稳定、踏实与富足。在朱迪斯博士的观点中，金钱不会回应你的努力，只回应你身体稳定的频率。它流向的不是最拼命的人，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着力量的人。所以，
你渴望的财富真的与你的骨盆有关。在古印度的瑜伽脉轮系统中，骨盆所对应的海底轮被视为一切的起点。七轮之首象征着安全、生存与根基。这里是灵魂降临肉身时最先点燃的火种，是我们与地球紧密连结的根脉。这一关键脉轮不稳，财富、人际关系、创造力也将动摇。而在道家体系中，骨盆对应的是下丹田与命门。下丹田为气之海，是静养生机的泉眼；命门则为阳气之源，位于脊柱后方，如灯芯般点亮全身的气血流转。丹田与命门一前一后，阴阳对轴，是整个能量系统的重心。若此处通透，人便有承载之力，气足则财聚，气虚则财散。从瑜伽到道家，两种古老智慧虽语言各异，却异口同声指出，骨盆是一切生命与丰盛显化的开机按钮，启动你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能量交换，也点燃你内心深处对我值得拥有这份信念的确信与接纳。骨盆其实还承载着一种内在信任的重量，你能在这里安住多少，金钱就敢靠近多少。你对自己的存在感有多深，钱就能留下多久。骨盆紧缩，代表你潜意识里还在怀疑：我值得吗？我可以吗？我真的能拥有这一切吗？这些内在的低频讯号会悄悄地把金钱推向其他的地方。当金钱来访时，它会先感应你骨盆的气场。这个看似无声的部位，其实传递着你最诚实的讯息。你对自己有多肯定，你的身体就会有多敞开。骨盆是一个能量之门，是你是否准备好与世界互动的能量核心。如果你总是处于紧绷、排斥和戒备，金钱便感受到抗拒的讯号，转眼之间便拂袖而去。金钱寻找的是一个稳固、开放的容器，一个能让它安心停住的家。而这个家，正是你的骨盆所发出的频率。试着回想一下，那时坐在考场里的你，是不是考卷还没翻开，小腹就开始发紧了，甚至忍不住想上厕所？那是骨盆正准备调动你的能量，帮你集中、镇定、应战。这种紧绷是面对未知的本能，是骨盆的第一声指令，要稳住。当你遇见一个让你心动的人，下腹部会不自觉变暖，微微鼓胀，像一朵花默默绽放。那是一种向内开启的允许，是骨盆的悄声点头，我愿意靠近这个人。那股暖流是你最原始的生命力在苏醒。而当你感受到危险，小腹会瞬间抽紧，像被一把冷刀划过，呼吸都停住了。那是骨盆率先对身体发出的预警，是在告诉你赶快离开。骨盆透过这些微妙的变化，为你标示行动的讯号，是你身体最先做出的选择。神经科学称之为内在知觉，而骨盆总是最先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常以为决定权属于头脑，但其实骨盆早已在你意识之前，为人生的每一个方向提前做了选择。当你能听得懂骨盆的语言，选择信任它，并与对的选择共振时，整个身体会沉静下来，那种无需防卫的稳定感便油然而生。骨盆是你与地球连结的起点，也是你内在权力的第一个舞台。它有一种引力，能让你能够站稳、安定，甚至在混乱中依然有方向。当这里封闭，你会摇摆、怀疑、反复挣扎；当这里敞开，你就像一棵深根的大树，任何风雨都无法动摇。当你每一次选择都愿意从身体出发，你就会发现，生命早已在骨盆里画好了一张路径图。那些真正对的选择，总让你感觉更踏实、更放松、更完整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总在关键时刻感觉卡住，因为他们并未真正询问过骨盆的意愿。
他们用理性分析每条路，却忽略了那个最先感知风向的身体部位。金钱不是赚来的，而是被你的频率接住的。你若无法承接它，它就流向别处。你能承接多少财富，骨盆知道。在朱迪斯博士的理论中，骨盆不只是第一脉轮的所在，也是第二脉轮脐轮的居所。这里掌管创造力、情感流动和与他人连结的能力，也是我们开始意识到我想要的地方。这个想要不只是脑中的想法，更是从身体深处涌出的冲动，一股带着温度的生命力，推动我们去爱、去创造、去拥抱。而情欲与金钱看似无关，实则同根，它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：渴望。你是否允许自己拥有、享受、被取悦？这两种能量像是一条河流的分支，一侧流向亲密关系，一侧流向物质价值，而源头正是骨盆里那股我值得的感受。但这股渴望之流常在成长过程中被堵住。也许你被教导要节制、压抑，要乖，不要让人不舒服。也许你曾因为想要让自己感到舒适、被爱、被接纳，而被批评，甚至被惩罚。这些身体记忆悄悄地留存在骨盆，成为你对丰盛无声的封锁。疗愈从回到骨盆开始。当你重新把意识带回下腹，轻轻呼吸，允许、感受，不评价，不压抑，只是聆听，你会发现那里还有一些未被说出口的渴望，还有一些等待被看见的疼痛。你越愿意温柔地陪伴他们，他们就越会化解和释放。金钱与情欲都是愿意接收的练习。你是否能打开身体，允许爱，允许支持，允许丰盛进入？你是否能够安然地站在自己的渴望里，不再逃避，不再否定？当你能对自己的欲望说我想要，不再因享受而羞愧，骨盆的能量才会开始流动。这股流动是来自身体的祝福，也是深刻的提醒，你原本就值得。金钱从未抗拒你，它只是等待你张开身体迎接它。阻碍你的也不是命运，而是你对渴望的压抑，对允许的迟疑。当你再次打开身体，愿意和骨盆一起呼吸，那一刻，不只是金钱的入口重新敞开了，你也正在迎接更完整的自己。当骨盆的能量打开，财富才有了归处。我们总以为创造丰盛靠的是意念与努力，却忽略了更真实的入口：我们的身体，尤其是骨盆，那个我们最常忽略却承载最多的地方。当你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体，当你对性存有羞耻感，对你的下腹部感到模糊或排斥，其实也在潜意识中关上了丰盛的大门。因为金钱从不回应你的辛苦，它回应的是你身体的同意。你是否相信自己值得拥有？你是否真正准备好承载财富？疗愈是从身体的回应开始，尤其是骨盆，这个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能量根部。你不需要立刻做出巨大改变，只需从最简单的连结练习做起。以下这4种方式是具体而实用的起点，帮助你为金钱创造一个愿意住下来的安稳场所。第一，身体练习与运动，从每天的走路开始，就是与骨盆连结的方式。放慢步伐，感受脚掌、膝盖到骨盆的联动，唤醒你与地心引力的关系，稳固内在根基。接着可加入骨盆摆动、瑜伽球上的旋转或简单瑜伽动作，提升觉知与能量流动。深蹲与凯格尔运动则有助于强化底盘，提升承载力。第二，呼吸练习，尝试深而缓慢的腹式呼吸，让气息像温柔的水流沉入下腹。双手放在骨盆处，感受吸气的撑开与吐气的放松，这不只让人安静，也逐步重建你对身体的信任，让金钱感受到你的平静与敞开。第三，
意识觉察与冥想，闭上眼睛，把意识放在骨盆，静静观察今天的你是否疲惫，有话想说。允许感受浮现，不急着改变，只是陪伴。当你与骨盆建立连结，金钱也会感知到你真实而稳定的存在，因为它总是被这样的状态所吸引。第四，心理与情感的疗愈。安全、价值与亲密感的记忆往往储存在骨盆。你可以从温水泡脚、书写当日感触等日常小事开始，这些简单行动已是对身体的照顾。当你准备好，也可寻求心理或能量疗愈协助。当这些深层的阻碍被释放，骨盆才能真正敞开，成为金钱愿意住下的场所。疗愈的目的是陪你回到原本的样子，那个本来就值得被爱、被支持的你。当你开始回应它的讯号，并重新建立连结，金钱也会循着这条信任之路，悄悄地走回你身边，并选择在此安然住下。当你的身体找到归宿，金钱才会知道哪里是它的归处。这个世界教我们拼命努力，却很少教我们怎么好好住进自己的身体里。金钱从不爱喧嚣，它爱的是宁静的容器。安住当下，然后你才能接得住那些原本就属于你的丰盛。金钱来找的不是焦虑中的追逐者，而是那个能安心承载它的人。这样的人不慌张，不讨好，也不再用恐惧驱动自己。他的身体是一座温暖而稳定的磁场，是财富愿意停靠的港湾。这份磁场来自你是否愿意回到自己最深的地方，回到骨盆，回到那个你常常忽略却一直在等你回来的起点。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喝杯茶，远比在高压下做10件事更具召唤财富的力量。骨盆是一个容器，也是一个祭坛，一个愿意承接神性与物质祝福的空间。当你愿意滋养它、信任它、与它合作，它会温柔但坚定地帮你接住宇宙的丰盛。正如朱迪斯博士所说，没有哪一段灵性旅程可以跳过身体，而骨盆正是这一切转化的起点，也是金钱选择住下来的真正原因。当你安住于身体，钱便会安住于你。财富不是你要抓紧的风筝，而是当你站稳脚步时会转身回来的朋友。金钱是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体，它一直静静等着，等你成为那个能接住它的人。当你开始真正照顾自己的感受，滋养自己的身体，不再忽略它的疲惫与讯号，金钱就会悄悄靠近，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。终于等到了你的邀请。